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好，大家好啊！昨天的声音有点问题，是我这边出了问题，所以今天呢再给大家录。那么今天的话题呢，主要是奈飞、微软我们的一些交易计划，还有就是市场上的热点三个板块一个是中概，一个是币，还有一个是航空。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首先是微软啊，微软这个地方基本就是偷袭。那为什么呢？因为从基本面上来说或资金面来说，微软这个位置上是马上财报了还有20多天财报了，所以它进入窗口期，这里面没有什么买盘，所以它今天出现了一个这个 downgrade， 尤其是对于后市它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对于它的这个云服务的这么一个这个相当于一个降低，对它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画条线，它这里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什么呢？一个结构的破坏。那么本来左边这里有一个结构是一个次低，这是低点，这里形成了新的次低。那本来这是一个向上突破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这里有一个小的假突破之后，这里应该是震荡，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那么向上的概率大，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号的一个结构。那么今天这里一关破那么整个微软的这个结构就被破坏了。那么这个破坏了以后，那么我们可以去看至少新低，那么整个这个结构就坏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说微软跟昨天分享苹果特斯拉差不多，这里又开始走弱了，而且它的 P 也不是特别低了，但是在现在来看还可以，是因为能给到这么低的 P， 这么比较高的 P 跟原来比是因为市场上现在对于云服务的这个增长这块，它是给出一个高溢价的，所以这个位置上今天跌就是直接破掉了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向下的一个跌破。那么有朋友问能不能做空我觉得可以，但是我个人偏好不做空。为什么呢？因为像微软这种优质的公司和股票，我们如果是做空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我特别难找它的目标位。就比如说我可以在234止损，差不多5块钱就可以在这止损，其实并不是非常麻烦，因为这里就是4-5块钱，这就可以一个止损点。那么但是如果要向下跌的话，那你可以看到甚至可以像210或者是看到216，那么相当于这是一个上是5块的一个止损点，向下的话差不多15，是个1:3。对于做空来说1:3呢稍微差了一点，我个人在这里方就是不是太想做空。但是你从趋势上也好，你看这个地方一变色，这个地方一跳空有缺口，那么整体上这个地方微软是非常弱了，所以我会耐心等到它快出 ER 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低点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做多。因为从我们交易3个方面，第一是分析，第二计划，第三执行。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心理层面，就是做多的心理层面会舒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多的时候，我知道微软是一个强势的公司，即使我买的最高点，比如说340，它只要有时间只要你拿得住，它都能回来。所以这就是我对它做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优势。那么这就是我交易的过程中，那么很多动能股就可以去做空，我也不是特别担心。这就是微软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看到奈飞的话，这个走势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是这个地方我们从筹码上发现它已经有很强的放量了那放量的过程中呢，它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缩量的一个盘整，而这个缩量的盘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如果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于中枢上移的结果，或者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盘整区，那么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盘整区，那么这两个盘整区进行了一个叠加，也就是能量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个能量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叠加，那么有了叠加这个能量我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轻松的画出来一根线，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止损点，或者说你可以做得更细我们可以做得更细，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底部的结构的一个突破，那么在这个底部结构突破的话，你可以把止损线甚至于画得更近，画在这个位置上做一根线的战法。那么在我们这个交易系统里面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发大财买信号
啊，但是对于个股来说很难买到最低啊，很难买到最低。那么这个地方又变色了，那么整个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个强势，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止损295。那么现在来说呢，止损的位置并不高啊。那么它如果已经有一个能量叠加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它向上的动能会是比较足。所以我今天的话操意就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上止损。那我这个止损可以放得更低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在震荡的话还可以蓄势，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打出去。那么什么位置上打出去呢？那你在这个位置上突破，它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打出去的这么一个过程。323、324啊，你可以做的可以更小一点啊。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说你第一止损点就是298，那么第二止损点是275，那么都可以在这两个位置上进行一个防守。那么整个的这个结构看起来还是一个相当强势的。那么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交易计划中的2个。好，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概的话，我们说88。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88的这个分享，其实我在很多地方给大家都贴了很多地方贴了。那么这个88的这个走势88这个走势，大家知道这个位置上其实非常容易止损，就是85这个块止损，它就是我们交易如果你是初学者，可能说特别追求的是最低，但其实上我追求的更多是更稳，就是止损点比较简单。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止损点比较简单以后，我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做突破，也是这个地方突破。那么你如果今天做的是突破，那么这个位置上可以止损画到这儿。那么如果是当时买的是在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么现在的话，那差不多是当时买差不多是86.7到88之间，那么这个位置上已经是100几了，那么差不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盈利那这个非常不错的盈利的话，那这个地方我已经进行了一个我看看我进行了一个半减仓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有朋友就会问我说说这个现在还能不能追这个中概？那这个答案呢，就取决于你现在的仓位和你到底拿的时间够不够久，因为我们可以换做一个周线来看。那么周线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红色一变色之后，整体上这里面都是一个，其实虽然下跌，但这里面已经进入了一个背驰段就是一个弱势的下跌段了。那么这里面翻上来之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它周线级别的一个什么呢？周线级别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反转非常标准的一个反转。那么这个地方反转了以后，我们再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去看，那么我们就看 KWEB 这好了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势底部结构，就是说它下跌这横盘了好几天，它通过横盘来消化了卖压之后，这是最强势的一种回调强势的一种回调。那今天又放量上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的话呢，中概我们说它面对的是什么呢？是面对的一个叫做三座大山。那什么叫三座大山呢？第一就是政策面上它有共同富裕的这一点是被彻底的扭转了。那么政策面现在是针对中概的一个什么鼓励。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是我们说是经济上的一个封锁，包括我们说的清零政策这样的也出现了一个拐弯。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关于会计准则要就是退市这方面恐惧也出现了一个转折。大家可以看消息，我们不在这里做赘述。那么从基本面上和资金面上都可以看到，对于中概的这个投入资金堆出来的。那么有朋友会说，那这20差不多已经涨到30了，涨了快1倍了。那么你要看到它从顶上跌下来的过程中是100多跌下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出现扭转了之后，你如果是个中长期的投资者，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耐心的等到一个非常好的买点之后再做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根线画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它越离近你32块的这个位置上，就突破了这个32块多的这个位置上，它离得越近，你的止损点现在损益比就越高，因为你的止损只要挂，比如说这个地方假突破它跌下来了，你在这个地方止损，那么只要它比如说今天喷出去，或者说过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回调或者横盘进行消化，那么你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布局做波段。那么长期的来说，大家看这里也是周线级别上的这么一个突破的这么一个架势，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很快就到阻力了，那你在下面的话，只要在这个横盘或者说这根阳线只要能 hold 得住其实整体上大家看这是周线的一个超大的多重的一个底部的这么一个结构，那终于这个地方反转上来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中概的话你要承受以下几点。第一，它是受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基本面或者说是技术面那么你要承受的是中概股它有 A 股或者是中国股票的一个特点和特性。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波动会比美股大得多
这点你要去承受。第3点的话，就是中概它本身就是和美股的整个的交易思路是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不同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希望跟大家讲的是说，当你发现跟它有不同的话，我们的交易思维有一定的改变。我个人特别不喜欢扣帽子这种方式就是什么中概就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或者说你真的觉得不喜欢的话，可以不做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比较强势，而且整个今天的市场情绪都非常高，主要就是靠中概拉的是比较狠的。所以这是关于中概的话，你能不能追要取决于你要拿多久。但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等到一个耐心去等待的一个向下，也就是离这个32块越近，你的止损越近，那么可以在这里完全做出这样一个波段的机会那这是一个关于中概的一个分析。那么今天还有比较强势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个航空的这个位置上也是形成了，大家看也是形成了这个地方一个变色，今天是带量突破了，那么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什么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里以后有一个低点，这是次低，这里也形成次低，那么这个次低的时候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突破，那么你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大约17.2块这个地方是一个止损点，那么现在进入了一个阻力区，上面这里也是个头部区，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个观察。我今天没有开仓航空，因为不是说完全觉得这不好，而是说在这个地方到了一个阻力区的话，我不认为航空有特别强的一个动力，当然我可能会错，或大概率我可能会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位置上它可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横盘这是我的一个观察，而且我希望它在这里进行一个横盘如果它能横盘消化一些卖压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横空我在这个位置上会进行一个观察，而且这个地方一旦突破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上18突破了，那其实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买点这是关于航空。那么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板块是比较强的，就是今天 Coinbase 是由于一个咱们说的这个叫做一个什么一个打官司赢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它有一个 settlement 是一个法律上的，会把整个的这个 B 股都带起来。那么整个这个位置上，它仍然是一个偏左侧的这么一个买点这个偏左侧的买点，大家看这是一个下跌拉上之后，这做了个大型的这个中枢，那么左侧买点，你看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们走出了一个背驰段，这个背驰段意思就是下跌的过程动能降低了，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下跌过程中仍然是一个变色的这样状态，那么这个地方再变色上来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地方你如果要在这个开仓的话，我认为其实止损点已经非常近了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差不多36附近进行一个守护一个观察，我会在这里进行一个观察。而且呢，它很多的垃圾股，比如说我们看到SI， 大家看今天也是一个超大阳线的这么一个突破这里也有一个这个说对吧底部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今天它是带起了这些还有什么 Mara 是吧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些下跌过程中出现了这些已经是跌了很多的 B 股的整体上的这么一个冲击。好，那么昨天呢还有包括一些第一类买点，我们有这个 PayPal 的话 PYPL 这个地方其实第一类买点也是非常清晰的，那么你的止损点像昨天的话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了那么整体上我不会在这里追，我会耐心的等到它的一个横盘或者回调再做。那么其实这段时间我们整个今天的这个情绪是比较热的，虽然指数看起来比较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其实只要把你的止损点设好了之后，就让这些股票去飘，找到强势板块，它不会是1-2天的。那么如果我特别倒霉，比如说过两天就是跌了或不好的话，我们的止损尽量拉的比较近，保证你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不吃亏。比如像 Netflix 的话，你可以把止损这个地方止损做的非常近像这样非常近，那一旦灌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在这儿跑，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思路了。好，那么今天的话，今天复盘就是晚上会把复盘放在我们 Discord 里面，然后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案例分析今天分析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